他明明拥有着亿万身家，却偏偏喜欢伪装成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竟只是为了赢得和朋友立下的赌约。可男人怎么也想不到，这场看似荒唐的赌局，却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这天，杰克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在百般思念之下，他踏入母亲生前的房间，那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知不觉间，他坐上了母亲的轮椅，打开了母亲的 CD 机，唱起了儿时母亲最爱的曲调。恍惚间，一道倩影出现在他的身后。Scusi, ho trovato la porta aperta e sono entrata. Buongiorno. Buongiorno, sono la nuova vicina, mi sto trasferendo adesso e... 美女是新搬来的邻居，想找人帮忙搬东西。杰克听后，下意识的想要起身帮忙，却被女孩果断的拒绝。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Persone come me. Sì. 很显然，他被当成了残疾人。杰克本想着解释，但看着女孩眼中的怜惜，他突然打消了解释的念头。不仅任由误会继续下去，还故意打翻了一旁的盒子。Faccio io. Non è che mi vedi che è caduta una cosa là in fondo, che me la recuperi. 南希蹲下身，细心地帮杰克捡拾着散落的物品，临走前还暖心叮嘱，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他。这位邻家天使的善意，却让他萌生了一个不太老实的念头。第二天，他怀着蠢蠢欲动的心思，推着轮椅来到南希门前，却尴尬地发现门铃高得让他够不着。等到南希开门后，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说自己今天感到非常孤独，询问是否可以一起共度午餐。Vedi che ti No, disturbo. non mi disturbi. 见计谋得逞的杰克嘴角微微上扬，却不知这个小小的谎言即将把他带入更深的漩涡。回到家后，他准备为南希泡上一杯咖啡，却发现怎么也拿不到咖啡。Tutto bene? Sì. Aspetta che arrivo. Ma che fai? Dio! Aspetta. Io ci tengo. Adesso. Qua, eccola. Scusa, Non ti occupare. guarda dove l'ha messa, guarda. Se mi puoi prendere... Questo? No, l'altra. Ok. 桌上，他故作优雅地邀约南希共进晚餐，可惜美人总是巧妙地转移话题。眼看着女孩就要离开，杰克差点一时冲动将真相告诉她，可话到嘴边，理智又把他拽了回来。他告诉女孩，虽然他坐在轮椅上，但在欧洲和意大利，他拥有过100家企业。南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竟主动邀他周末去乡下老家一叙。这场戏似乎越演越深了，杰克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立刻答应了南希的邀约。Gianni! Non vedi. Gianni! Eccolo! Oh, non ti ho dato l'indirizzo per domenica. 他以为这是上天眷顾，给了他追求心上人的绝佳机会。然而，当轮椅推进南希家门的那一刻，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原来，南希的真实目的是想要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姐姐。霎时间，杰克只觉得自己编织的美梦轰然坍塌，他的轮椅计划竟然歪打正着，把自己送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局面。Sta arrivando zia Chiara! 安妮的出现如同一缕晨光划破了黎明，让杰克的心不由自主地颤抖。然而当他看到安妮从车里取出轮椅的那一刻，杰克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环顾四周，发现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杰克这才惊觉，在这场精心设计的猎场中，自己才是那个被围猎的猎物。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E lui è Gianni, il mio amico. Piacere. Gianni, piacere. E Chiara non è sposata, è single. Magari avete un po' di cose da dirvi, dato che siete tutti e due. 在餐桌上，他们被刻意安排在一起，杰克却如同被无形的枷锁束缚，始终沉默不语。饭后的庭院里，安妮谈起自己是位小提琴手，还热爱棒球运动。她的眼中闪烁着生命的光彩，言语间满是对生活的热爱。而杰克却恍若身处异度空间，殊不知命运正在这个夜晚悄然转动。眼前这个坐在轮椅上依然阳光灿烂的女孩，将彻底颠覆他的人生轨迹。回到家后，杰克向好友倾诉了那天的经历。杰克对着好友描述那天的相亲经历，语气中满是赞叹。然而他却坦言自己无法对她产生情愫。朋友听后也开始调侃他不可能追到安妮，可这番话却意外地唤醒了杰克内心沉睡的好胜心。杰克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连夜给安妮发去消息，想找机会见面。可天不遂人愿，第二天安妮竟然不打招呼就来到他的公司。措手不及的杰克赶紧找了个由头坐下，总算蒙混过关。安妮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去观看自己的棒球比赛，杰克欣然应允，暗自窃喜，计划进展顺利。随后，杰克前往球场，运动场上的安妮仿佛变了个人，眼神中闪烁着坚韧不拔的光芒，像是在向命运发起挑战。这样的精神力量深深打动了杰克。比赛结束后，杰克想趁机约安妮吃饭，却意外被带到了一个特殊的聚会。面对这样的场合，杰克心里一阵慌乱，但又不得不强装镇定。那天晚上，杰克辗转反侧，梦中都是聚会上那些乐观坚强的面孔，但现实很快将他拉回。为了那个该死的赌约，他必须加快进度。在一次机缘巧合下，他发现安妮要
要举办演奏会，于是他立马买票，准备给安妮一个惊喜。当安妮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沉浸在音乐中的她宛如一朵在逆境中绽放的玫瑰。在安妮的眼中，所谓的残疾不过是人生路上的一道风景。安妮的琴声如清泉般流淌，一个音符，一个故事，潺潺入心。杰克恍然大悟，原来生命的光芒不在于外表的完美，而在于内心的丰富。一时忘情的他情不自禁地从轮椅上站起身来，身旁的老太太瞪大了眼睛，仿佛亲眼目睹了一个奇迹。待到谢幕之时，杰克早已守在后台门口，他像个虔诚的信徒，等待他的光走来。音乐会散场后，两人找了家雅致的音乐餐厅。往常话少的杰克今晚却格外健谈，他暗自感慨，在遇见安妮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刚强又不失柔美的女子。可欢乐中一丝愁绪却悄然涌上心头，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像团乌云，始终笼罩着他的心。他多想和盘托出，又担心真相会毁掉这段难得的情缘。这种纠结的心情就像秋天的天气，忽晴忽阴，夜色渐浓。两人漫步在空旷的街道上，安妮突然来了兴致，她迅速脱下鞋子，张开双臂，像只自由的海鸥在夜空翱翔。杰克温柔地牵起她的手，霓虹灯下，两人的身影交织成一幅浪漫的画卷。安妮的每个表情，每次回眸，都让杰克心头一颤。很快，他们就到了安妮下榻的酒店。Ci beviamo un attimo un bicchiere su da te. Sì. 少女脸颊上那羞涩的红晕胜过任何华丽的表白。在房门前，他们的视线在昏黄的灯光下交汇，空气中萦绕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安妮陶醉在这份温柔里，却不知这段看似美好的相遇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局。随着时光流转，杰克早已将那个赌约抛诸脑后。现在的他会时常给安妮打来电话，倾诉工作中的困扰，而安妮也会与他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某个宁静的夜晚，杰克邀安妮来到他的别墅，在温暖的烛光映照下，两人一边品着醇香的红酒，一边轻声交谈。可就在气氛最为融洽时，杰克忽然从桌下取出一块海绵，神秘地放在胸前，热情地邀请安妮共赴一场奇妙的冒险。随着遥控器被按下，地板缓缓下沉，清水渐渐注满房间。原本平凡的烛光晚餐，在转眼间就变成了独特的水上派对。安妮被杰克的这份心意深深打动，她从未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让她再次体验那种站立的美妙感觉。在波光闪烁的水面上，两人的心灵从未如此接近。那个夜晚，他们终于忍不住吻在一起，让这份感情有了更深的羁绊。然而，随着两人的感情愈发深厚，杰克心中的负担却与日俱增。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日日夜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每当看到安妮信任的眼神，那份愧疚就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这天，他终于无法继续承受这份煎熬，颤抖的手指拨通了安妮的号码。电话那头传来安妮一如既往温柔的声音。Senti, ti ho chiamato perché vorrei vederti, c'è una cosa che ti devo dire. 然而，当安妮真的出现在眼前时，那些准备已久的话语却在喉间打转，始终无法说出口。安妮轻轻拿起小提琴，琴弓划过琴弦，悠扬的旋律在空气中流淌。杰克静静聆听着，从那婉转的音符中，他听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哀伤与倔强。这音乐仿佛一把锋利的利剑，直直刺入他的灵魂深处。内心的冲动驱使他慢慢将双脚移出轮椅，他想要站起来，想要将所有的真相都告诉安妮。可每到了这关键时刻，他又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低头看着依偎在怀中的安妮，杰克的心揪得生疼。他告诉自己，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等找到最恰当的时机再坦白一切。可安妮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Invece no, è normale, era cambiato tutto tra noi. Però stava con un'altra e non me l'aveva detto. Quello mi ha ferito, il fatto che mi abbia mentito. Io una cosa non sopporto. 安妮对谎言的深恶痛绝，反而成了杰克最大的心理枷锁。他的谎言如同一座随时可能崩塌的危楼，让他惶惶不可终日。在煎熬中，杰克决定寻求帮助。他精心策划了一场小型聚会，邀请秘书和几位知情好友助阵，希望能借此机会坦白一切。可当众人围坐餐桌，他的优柔寡断却惹恼了朋友。Devo dirti una cosa. Oddio la soia! Oddio la soia! La soi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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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si pulisce più. La soia. Dario, Sì. accompagni in bagno. Sì, certo.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鼓起勇气。
而另一边，南希在公寓偶然撞见杰克的哥哥，在交谈中，南希知道了杰克根本就不是残疾人。这个发现彻底点燃了南希的怒火，她愤怒地找上杰克，重重地扇了他一巴掌。面对指责，杰克没有辩解，但当南希威胁要告诉姐姐时，他慌了神。他猛地从轮椅上站起，拦住南希，苦苦解释。他承认自己的欺骗，但坚持对安妮的感情真挚无比。他恳求南希给他一次机会，让他亲自向安妮坦白，但南希已对他失去信任。Sai una cosa? Il vero handicappato sei tu. 走投无路的杰克来到父亲常去的老年舞厅，在那里，他向父亲诉说困境，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说出真相，又不会失去安妮的办法。父亲思索良久，提议带安妮去罗尔德，那个被誉为奇迹圣地的地方。在那里，无数绝望的病人都找到了希望。或许他可以借着祈祷的时刻，在安妮面前奇迹般的站起来，用这种方式来挽救他们的感情。与此同时，南希坐在安妮的对面，心中翻涌着难以平息的怒火。他一次次试图暗示姐姐提防杰克，可安妮却出人意料的平静，她的目光若即若离，仿佛早已看透了什么，又像是在等待某个时机。正当姐妹俩陷入微妙的沉默时，杰克的来电打破了这份宁静。杰克热情地邀请安妮同游罗尔德。Beh, vuole andare a Lourdes. A Lourdes? Non capisco che cosa pensa di trovare a Lourdes. Un miracolo. Un miracolo. Gianni cammina. Come te, come lei, come tutti voi. Non è mai stato un disabile. Come lo sai che non è disabile? Perché io sono disabile. Ho deciso di fare finta di niente, di non dire niente, per regalarmi un momento di felicità, in cambio di una bugia. Perché è bello sentirsi amati, o almeno crederci.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在这个世界上，爱情常被视作理想主义者心中永恒的明灯。人们总是以无限的期待和坚定的信念，小心翼翼地编织着彼此的情感连接。然而，对安妮而言，她只是害怕爱情会真的降临。当她对杰克说出痛恨谎言的话语时，其实是在筑起一道无形的屏障，因为她太清楚，一旦那层薄如蝉翼的窗户纸被捅破，她就会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晴空如洗的清晨，杰克和安妮登上了开往罗尔德的巴士。一路上，杰克的心绪如惊涛骇浪般翻腾不息，而安妮却显得异常轻松愉快，因为她能接受一个虚幻的奇迹，却无法原谅真实的欺骗。终于，他们抵达了罗尔德的古老教堂。然而，就在准备祈祷的时刻，神父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他将杰克单独叫入教堂，不等杰克开口，就投来了严厉的目光。Se ti alzi adesso da quella sedia, menti 2 volte. Tu non sei paralizzato, ma credo che la cosa importante per le persone che vengono qui sia che ci vengono con la fede. Se ne vanno e poi hanno un desiderio di tornare qui a credere, non spegnere quella fiammella nei cuori di ognuno di loro. Non fare un gesto che potrebbe deluderli o far loro del male. 随后，他默默地推动轮椅，缓缓驶出教堂。教堂外的阳光依旧明媚，却再也照不进他阴霾的内心。而教堂外的安妮也从杰克的眼神中读懂了一切。他原本期待的奇迹，此刻已经化为泡影。前方的路还很长，而他与杰克之间那层薄如蝉翼的窗户纸，终将在某一天被残酷地捅破。这个认知让安妮的心如坠冰窟。就在她陷入这般思绪的刹那，一辆卡车突然从街角疾驰而来。她恍然未觉，直到一双有力的手臂猛地将她拉离死亡的边缘。Gianni, cammini. È un miracolo. È un miracolo, cammina. Dai, fammi vedere come cammini, Gianni. 安妮目光期待地望向杰克，但杰克只是沉默地低着头，这份沉默重若千斤。安妮终于明白了，只好转身走向等候的大巴，背影里满是无奈。她看着安妮的背影，却终究没有发出声音。他已经用谎言伤害过她一次，不愿再以奇迹之名欺骗安妮，可他永远不会知道，安妮其实愿意相信那个美丽的谎言。从那天起，两人的世界再无交集。杰克的生活失去了色彩，工作变得索然无味，仿佛缺少了安妮，一切都成了黑白默片。为了缓解心中的伤痛，他来到了母亲的坟前，向她倾诉着最近发生的一切。Niente, mi sa che ho combinato un casino dei miei. No, perché ho conosciuto questa ragazza. Mi piace.
Avrebbe fatto piacere presentartela. 直到那天，公司新产品发布会上，大屏幕上播放着残疾人奋力拼搏的画面。那一刻，安妮的身影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他麻木的心。为爱，值得再勇敢一次。于是，他驾着跑车直奔安妮的老家。他向安妮的奶奶坦白了一切，急切地想知道安妮的下落。奶奶看着他眼中真挚的光芒，终于松口，告诉了他安妮的去向。 Se la fai soffrire, quelle gambette te le stacco proprio. 顺着奶奶指引的方向，杰克在公路上拦下了安妮乘坐的大巴。在满车乘客惊诧的目光中，他坚定地走向安妮的座位。Scusa. Io lo so quello che sono. Mi puoi chiamare disabile, diversamente abile, ma so che non ho bisogno di nessuno. Soprattutto non ho bisogno di una persona come te. Andiamo? Andiamo? 但安妮的每个举动都透露着决绝，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拒绝。杰克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容，终于选择了退让，默默地走下了大巴。接下来的时光里，杰克陷入了自虐般的惩罚，他每天都会疯狂地奔跑，试图用身体的极限痛苦来麻痹内心的伤痛。终于有一天，过度的训练让他精疲力尽，无力地瘫倒在地。可就在这时，一道温暖的光洒在他脸上，抬头望去，安妮正静静地站在那里。他告诉杰克，自己虽然无法原谅那个建立在谎言上的过去，但他愿意重新认识眼前这个真实的杰克。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动人的真谛，不是强求对方为自己改变，而是学会接纳对方的全部，并珍惜彼此的真实模样。尽管这份感情的走向与最初设想的大不相同，但只要那份真挚的爱意依然存在，就能在意外中找到属于他们的独特光芒。